在你心中，什么叫有攻击性？有人说这个做事很痞，敢骂人，敢打架，野性十足，这就是有攻击性。还有人说这个做事够狠，说翻脸就翻脸，不留情面，不怕得罪人。说法很多，但是好像呢又说不清。但是我们换一个比方，假如你去看一只猫如果一只猫弓背炸毛，嘴里面哈气露出牙齿，你说这个猫是不是好凶？是不是攻击性好强？但是在动物行为学家的眼中这个根本就不是攻击性，这叫虚张声势的防卫。实际上这个猫怕得要死，它竖起毛发是为了让自己身体看起来更大，它发出那个哈声是希望你赶紧离开吧，实际上心里面怂得不行。那这个动物界真正厉害的攻击性是长什么样子呢？我们去看看在草原当中，如果捕猎的狮子，它根本就不会叫，也不会愤怒。当它捕猎之前会把身体放低，它的心率下降，瞳孔放大，眼神很平静。当它锁定了猎物，会悄无声息地走过去，一击致命。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情绪没有什么恨，也没有生气。人类社会也是一样，我们长久以来把虚弱的恐惧误以为是攻击性。职场当中经常拍桌子发脾气的老板，在家里面因为一点小事大吼大叫的伴侣，他和那只炸毛的猫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他们内心恐惧，生怕别人看穿自己的无能，只好用愤怒来掩饰心虚。而那些真正厉害的人身上那种让人敬畏又平和的攻击性，它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那今天我们就去揭开它的奥秘。为了弄清真相我们先要翻开一段沉重的医学史。194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了一位葡萄牙医生，叫埃加兹·莫里兹。他发明了一种当时被医学界称为奇迹的技术，就是前额叶白质切除术。后来美国医生沃尔特·弗里曼把这个手术规模化了。这个操作方式简单粗暴，都不需要开颅只需要几分钟，通过眼眶就切断大脑前额叶的几根神经。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精神病院人满为患很多病人这个情绪暴躁，难以管束。那么当时的医疗条件呢又有限，医生和家属每天疲于奔命。这个弗里曼就开着一辆被称为脑叶切除车的房车，全美国巡回做手术，甚至在公开场合当着媒体的面切断患者的大脑神经。数以万计的人接受了这个手术。这些人当中呢，有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有一些仅仅因为性格叛逆不听话的年轻女孩。这个家长觉得孩子不好管，就送过去，你要做手术。手术之后奇迹发生了，这些病人立刻变得温顺安静，面带微笑，再也不和任何人起冲突，他们就变成了听话的好人。那医学界的随访档案当中就记录了这背后的代价。护士和医生用了几个词来形容术后的患者：迟钝、冷漠、无精打采，像孩童一样被动。这些人失去了创造力、激情和主动性。你看，切断了神经，也带走了他们生而为人的生命力。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亲妹妹罗斯玛丽·肯尼迪。她年轻的时候性格活泼，有一些叛逆，那情绪呢偶尔会有一些起伏。对一个声名显赫的政治家族来说你这样一个不受控制的女儿是一个麻烦。于是在她23岁那年，父亲就背着家人找来了弗里曼医生，给她做了前额叶切除手术。手术之后，那个充满活力的罗斯玛丽消失了，智力严重退化，连话都说不清，整天就盯着墙壁发呆。原本一个鲜活的小女孩，就为了满足家族对体面、对安分的渴求，被彻底抹杀了。肯尼迪家族把她关进了疗养院，隐瞒了这段历史几十年。这是一场对生命力的联合绞杀。社会系统和家庭系统为了维持自身的稳定，对这些不受控的生命有着本能的恐惧和打压。这听起来非常荒诞现代社会早就废除了这种手术了。但是你回到当下，回想一下自己的生活，我们在精神世界当中常常在给自己做这场无形的手术。在我们的文化语境当中，
有一把更锋利的手术刀，叫做听话。从幼儿园开始，听话的孩子会得到小红花，在家里面顺从家长被称为孝顺，到了职场不提要求默默加班被称为踏实本分。很多人从小就被灌输一套概念，你要克制欲望照顾别人，你不能太有野心，好像你只要温和无害，世界就会对你温柔以待。为了适应这套逻辑，我们开始了长期的自我规训。开会的时候老同事或者老板的话你都看不下去，但是你怕得罪人我就干脆闭嘴附和。当这个伴侣呢无理指责，你说我要顾全大局，为了孩子，我就忍了甚至会道歉。一开始呢，你还觉得这是高情商，但是一个人遇到不公的对待，第一反应缺乏反击，习惯去反思是我哪里没做好，被别人冒犯了，想发火，话都到嘴边了想想和气生财，自我麻痹。在这个压抑的过程中，就相当于切断了大脑当中的那根探索的神经封印了我们去创造、去向外感受世界的原始能量。你阉割掉了攻击性，就交出了生命的主导权。现实往往是你越退让，别人越得罪进尺，你的身体就会越沉重。下班回到家，你什么都没有做，你瘫在沙发床上，你根本都不想动。那这些疲惫感到底怎么来的？我们这些被压抑的攻击性到底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去深入大脑，去破除一个人类社会的错觉，这就是把暴躁当成强大。上个世纪末，有一位名叫雅克·潘克塞普的科学家，他后来被科学界称为叫情感神经科学之父。那潘克塞普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做了一个很枯燥的事情，他就把这个电极呢植入到各种哺乳动物的大脑深处，去绘制大脑的情感回路地图。那通过反复的电气测试呢，他发现了大脑当中隐藏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第一个系统呢，我们用大白话叫呢，就叫生存警告器。当潘克塞普用微弱的电流刺激动物的这个回路的时候呢，动物瞬间会龇牙咧嘴，会猛烈的攻击视线范围内的所有的这些东西破坏力惊人。那这看起来不就是我们日常理解的攻击性吗？但是潘克塞普就做了一个很巧妙的设计，他在笼子当中放了一个杠杆，你只要动物按这个杠杆，这个大脑当中的电流刺激呢会停止。结果让人意外，这个看似暴躁的动物有了这个杠杆之后，就会拼命的去按杠杆，就希望关掉这样一个警报器。科学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这样一种张牙舞爪的愤怒在生物学并不是真的有力量，它实际上是很痛苦的。只有当动物被逼到了绝境，感到生存都受到威胁，或者我行动被限制了，它的生存警报器才会被拉响。所以它的攻击实际上是为了逃避，它的愤怒是掩饰内心的虚弱。紧接着潘克塞普呢就刺激了大脑当中的另外一个系统我们姑且就叫它狩猎本能，或者叫什么生命探索的一种什么脑回路。那么当这个回路被通电激活的时候动物呢并没有表现出愤怒，相反呢它很安静，开始呢在笼子当中呢到处嗅探，表现出很高的专注度。那同样呢，潘克塞普也给这个回路设置了一个杠杆开关，这一次动物们呢就像上瘾了一样，一次又一次的去主动按压杠杆，乐此不疲。因为这个狩猎本能的回路呢是由多巴胺驱动的，也就是说，当生命向外伸展，去锁定猎物、获取资源的时候，是愉悦、冷静和有掌控感的。这才是真正滋养我们人类的顶级攻击力那现在我们带着这两套完全不同的神经回路来看看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想想在生活当中让我们觉得压抑、害怕的一些人，比方说一个下属犯了一点错那个主管就在办公室拍着桌子咆哮，或者是在马路上面有别人加塞了，就摇下车窗破口大骂这种路怒症的状况。还有在家里面可能只是洗个碗，没有把我这个水渍擦干那个伴侣就喋喋不休。我们从小就被教导，你说遇到这种脾气大的人呢，要躲远一点，他们的攻击性很强。但是如果你在神经回路的视角去看，实际上他们真正的狩猎本能系统已经死机了，这个前额叶皮层已经断血了，大脑深处的杏仁核被激活，生存警报器被拉响。
这个咆哮的主管实际上内心极度恐惧。哎呀，我在这个公司地位不保怎么办？我这个业绩完不成会被裁员吧？这个怒路症的司机可能在生活当中经历了一些挫折，觉得对人生都丧失了控制感。哎，这个摔盘子的伴侣，他内心当中实际上是觉得我不被爱，我被你忽视了，他是恐惧啊。他们只是被恐惧感逼到了墙角，这种暴露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那你了解了这个生物学的原理，你就会发现下一次当你再面对一个无能狂怒的人，既不需要用什么道德感去包容他，也不需要感到恐惧和自我怀疑，你只需要像那个穿白大褂的科学家医生一样，那你就这样看着他，你在心里面是知道你不过是被恐惧挟持的弱者罢了。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别人的狂怒只是噪音，真正要命的是，当我们遇到别人狂怒的时候，绝大多数所谓的聪明人、老好人选择了退让，但你的身体又不这么认为。你看，你的身体原本配备了一套为你去广阔天地、去建功立业、争取资源的这种狩猎本能的系统，它可以让你产生多巴胺，让你精力充沛。但是你退让，就把狩猎本能的系统给切断了。那么这股本来要向外喷发的生命力，它不会凭空消失。那既然不能向外开疆拓土，那我只能向内挥舞屠刀，它会调转枪口对准你的身体。我们去看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话，你看一个小婴儿躺在摇篮当中，他只要醒着，就会不断的蹬腿呀，挥舞胳膊呀。如果眼睛看到什么东西他就想去抓一抓，要抓不到呢，他还会哭拼命的把这个身体往前够。这个在人类行为学的视角当中呢，就是最原始的攻击性。你看，这种攻击性当中是没有任何恨意的，只是它原始的生命力在向外舒展。在探索到这个世界的边界的时候，这股力量向外推，就遇到了外界的阻力。那么他去想办法去克服这种阻力，这样一个人才能体验到我的存在。如果没有这股向外的这种攻击抓取，就没有独立的生命个体。但在我们的一些文化特色当中，是怎么对待这股力量的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字叫乖。你看，我们夸一个孩子最常讲的话就是这个孩子真乖。那什么是乖就是不吵不闹不乱跑不争抢。在饭桌上长辈说话小孩不能插嘴，到学校里面要规规矩矩的坐在这个课桌上。我们用这样一整套的规矩加上长辈的这种叹气脸色，就惩罚了这种向外伸展的生命力。你长大了进入社会，这套规矩就变成什么呢？你要顾全大局，踏实本分但是你看，临床医学就揭示了，你在生活当中非常压抑、习惯性讨好、不发脾气的人，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概率远高于常人。比方说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慢性疼痛、重度疲劳。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因为当你面对外界的侵犯，你咽下委屈的时候，你体内的免疫系统会非常的混乱，就是它接到了一个信号，就是我要战斗，又找不到外部的敌人在哪里，那于是只好调转枪头，开始无差别的攻击你自己的健康的细胞呀。这就是我们为了那点所谓的体面合群所付出的代价。那听到这里，可能有一些习惯牺牲自我的老好人会讲，我只要能够维持家庭和睦我这个工作稳定，委屈就委屈一点吧，就生病就多保养保养，吃点药，那至少生活比较平顺嘛。你要是这么想，你就太低估大自然的残酷了。进化心理学揭示，你的隐忍和退让不仅换不来外界的善意，反而在潜意识的层面上会向周围所有的掠食者发出一种信号，请来捕食我。1981年，两位美国犯罪心理学家贝蒂·格雷森和莫里斯·斯坦就做了一项颠覆性的实验。他们在纽约的街头偷偷架设了一台摄像机，随机拍摄下了几十个普通人走路的视频，然后把这盘录像带带到了纽约的一家重刑监狱，把他们放给那些因为暴力抢劫、故意伤害而入狱的重刑犯看，就问他们：如果让你回到街上，让你们去选择抢劫对象的话，你会选择这个画面当中的哪个人？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罪犯相互不认识，居然在几十个路人当中
一致地挑选了相同的几个猎物。科学家一开始的认为这些罪犯一定会挑那些老弱病残嘛，结果完全不是。到底是什么决定了谁会成为猎物呢？科学家就通过慢镜头逐帧的分析，最后发现的秘密是步态，也就是一个人的身体动作的流畅度。那些被罪犯盯上的人他们走路的时候这个步态不一致，手臂摆动的僵硬，身体的重心不稳。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因为他身体当中充满了自我压抑、纠结和不自信。而那些具有反社会人格和暴力倾向的罪犯眼中，这样压抑的身体的信号就像是在脸上写着字，我很好欺负。所以当一个人强行阉割掉自己的攻击性，做一个温顺的好人的时候，在生物链当中你就在最底层。那些喜欢挑软柿子捏的主管，喜欢情绪勒索的伴侣，他在一瞬间就能在一群人当中精准地找到你。问题是，你说如果不压抑自己我可能会失业，我可能关系会断裂，我要压抑自己吧，又会憋出各种病来。难道我们只有这两种选择吗？要么做一个憋屈的病号，要么就四处树敌，到处咬人吗？当然不是。真正的高手早就看穿了这套二元对立，找到了一种隐秘却能搞定一切的方式。2000多年前，庄子在《达生篇》当中记载过一个故事，说这个齐王喜欢斗鸡，他找来了一位名叫季绳子的顶尖的驯兽师，就专门为他训练一只无敌的斗鸡。齐王很心急刚过了10天就跑去问季绳子，你这个鸡练好了没有能不能上场了？季绳子摇摇头说，那不行，这个鸡现在叫虚骄而士气意思是现在非常暴躁，骄得很，浑身充满怒气，你看起来张牙舞爪的，不行。又过了10天，齐王又去问，季绳子说还是不行，现在叫由阴响应，就听到一点别的鸡的叫声，看到一点影子，他就要立刻反击准备要扑杀了，还是不行。再过10天，齐王再问，季绳子说还是不行，现在他叫急势而盛气，虽然不乱动了，但是盯着对方呢，眼里面是有杀气和仇恨的。直到又过了10天，季绳子才终于点头，说这个时候的这只鸡当其他的鸡在他面前疯狂挑衅的时候，他站在那个地方一动不动没有任何情绪反应。庄子用了4个字来形容它，就是望之似木鸡翼，呆若木鸡。齐王呢就把这只木鸡抱到了斗鸡场当中，结果不可思议这个木鸡根本就没有出招，就站在那个地方。其他那些凶神恶煞、张牙舞爪的斗鸡看了一眼，就像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连靠近都不敢，叫一鸡无感应者，反走逸直接掉头就跑。你看古人是没有脑电波扫描仪的，但是他们通过生活当中的观察，就把这种神经的稳定状态给刻画了下来。如果我们用脑神经科学来解码这只木鸡，你就会发现前30天那个暴躁易怒的容易炸毛的鸡，它是困在生存警报器当中的，看着凶猛，实际上内心都是恐惧。那么到了第40天，季绳子呢是帮他关掉了生存警报器，激活了他真正的狩猎本能。作为一个顶尖的掠食者，他是在非常安静的状态之下的，这样一种向外的生命力释放出来的是一种对能量的压制感。就对手接触到这个能量场的瞬间，他潜意识当中就已经算出来，我肯定打不过他，直接掉头就跑。这有些人会说庄子的故事呢终究是个寓言，文学创作不能当做生理学的依据那我们就看看真实的一段历史，晚清中兴的名臣曾国藩。曾国藩当时面对的呢是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这个对手非常彪悍。如果按照我们普通人的思路，这个打仗打的就是气势嘛，怒发冲冠去冲杀，这叫有攻击性。但是曾国藩就发明了一种被后人称为叫借硬寨打呆仗的战术。湘军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情呢是安营扎寨挖壕沟筑高墙，任凭你太平军怎么辱骂挑衅，湘军就是不出去。曾国藩就在军营当中安安静静的看看书下下棋，他把精力都放在什么切断对方的粮道，切断你的水源和补给路线上，他剥夺了对手的所有的情绪价值。
太平军原本是准备好了要跟你拼命的，结果一拳打到棉花上。我曾国藩不跟你产生任何情绪上的互动，我就是一个推土机，我一天挖一寸土，一步步把你逼入死胡同，最后把你饿死困死。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呆若木鸡。那除了战场，在人际交往当中，曾国藩同样运用这种无情绪的攻击力啊。当时另外一位名臣左宗棠自视甚高，脾气火爆。左宗棠经常在公开场合，甚至给皇帝的这个奏折当中，都毫不留情的去痛骂曾国藩，挑他的刺。你说这种骑在头上的这样的一个人，普通人怎么办？你要么就拍桌子跟他对骂，对吧？写奏折互相弹劾，最后两败俱伤；要么说我为了大局，我委曲求全吧，甚至私下里去讨好左宗棠，咽下委屈，叫一团和气。曾国藩两样都没选，他完全屏蔽了对方的这些情绪噪音。你骂我，我不还嘴，也不反击。但是你左宗棠收复新疆急需军饷和粮草时候呢，我动用自己的资源，全力以赴的给你筹措，甚至把身边非常精锐的将领派过去支援。你说曾国藩是在以德报怨，做一个高尚的好人吗？根本不是。曾国藩心里面只有一个目标，叫平定边疆，稳固江山。在这条最高的狩猎的主线上面，你左宗棠的脾气和辱骂，你连一个绊脚石都算不上不过是一阵风。曾国藩并不是说我原谅了左宗棠，是我无视了你左宗棠，我把自己向外的生命力全部倾注在了行动上，这才是最让人敬畏的气场。后来左宗棠了解了这一切羞愧难当，终身对曾国藩敬重有加。你看曾国藩没有用一句脏话和干货，就收服了这个脾气暴躁的硬汉。老子在《道德经》当中写下一条叫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就真正善于战斗有攻击性的人，是不会被愤怒这种低级情绪支配的。顶级的攻击性根本就不屑于和对方进行情绪上的纠缠。我看到了那个目标，我就走过去拿走它。这个过程当中，谁挡着我，我就推开它；如果有什么绊子，我就跨过它。我心里面是很安静的，没有什么恨什么恐惧只是我的生命力在行动。你看，我们看懂了古人的智慧，再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办，才能激活那种没有愤怒，只有力量的狩猎回路呢？挡在面前最大的阻碍，其实只有两个字，就是道德。从小到大，我们习惯了一套评价标准，叫争取利益等于贪婪，拒绝别人等于自私，发脾气等于修养不够，被冒犯了去反击都会被指责叫情绪不稳定。你看潜意识当中，争取反抗和坏人是被绑定在一起的，所以你每次试图维护自身边界，你内心都会有羞耻感和负罪感，好像对抗这种负罪感的方式就是发火壮胆。你要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愤怒的受害者，把对方贬低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加害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名正言顺的去要回自己的东西。这种路径消耗能量，叫伤敌1000，自损800。我们需要在心里面做一次重构，借用现象学的智慧，把这种道德标签给撕掉。我们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你看桌子上有一杯水，我口渴了，我就伸出手把水杯拿下来就喝掉它。你说这个过程有什么道德吗？有自私吗？有愤怒吗？统统没有，不过是我为了喝口水做的一个行动。你不会觉得喝水是一个坏人，也不会对那杯水生气。所以你看，别人如果占了什么工位抢了项目什么讲话冒犯了我我们反击拿回项目让对方停，和这个口渴拿水杯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行动。我不需要向别人证明说我是个好人，也不需要证明对方是一个坏人，也不需要用什么愤怒给自己背书。一旦想通了这一层，你的动作就会变得非常干净利落。就为什么这种不带愤怒的行动会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呢？因为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切断了对方的能量供给。在生活当中，那些喜欢用大声嚷嚷、无理取闹这些人在犯罪心理学的视角，往往带有一种叫暗黑人格的特质。他们极度自恋，而且喜欢操控别人。
那科学家就发现，这些人在攻击你的时候，他不是在真的生气，他在觅食。他的大脑非常渴望多巴胺，而能刺激他分泌多巴胺的就是你情绪崩溃。当他指责你，你气得浑身发抖，你大声反驳或者委屈开始哭，他反而受到奖赏啊！你看，我就说2句话就让这个人情绪失控了，我完全掌控局面，我爽得很。你越愤怒，他越兴奋。但如果你忽然变了呢？假设你像看小丑一样，你就冷冷地看着他，这个时候感觉对方就是好像一拳打在棉花上，他本来想预期你情绪崩溃没有出现呀，他大脑当中的多巴胺分泌反而会瞬间下降，这个在生理学上呢叫急性的化学阶段反应。这种状况会让他觉得空虚无聊啊，非常无趣，甚至会恐慌。他的潜意识反而就像跟他报警了，面前这个人像个黑洞一样，这里没有食物啊，我再跟他纠缠下去，我可能反而会被反噬，我必须赶紧撤离。所以真正的高手啊，从来不会跟对方比拼谁的嗓门大啊，谁会骂脏字。我只需要向你做能量断粮。你可能想说，道理我明白了，我该怎么去做呢？那这里有一套可以直接拿去用的实操指南，心理学上把它叫做灰石头法则，那我们结合行为学把它升级为叫灰石头逼近法。那下一次如果你再遇到类似的事情啊，有人开始大声嚷嚷过来要打压你，第一步切断情绪电源，你在心里默念3个数3、2、1，你就把自己当作是路边一个最无聊、最没有情绪价值的灰色的石头。对方喊得再大声，我是石头嘛，我没有表情，也没有反馈，你就看着他的眉心，因为你看眼睛还可能会产生情绪波澜，你看着他的眉心，让人很专注，同时呢，也给对方产生压迫感。第二呢，距离要逼近，我绝不后退。你看我往前走个半步，我在空间上占据主动。这个时候你把声音还要压低，因为声音越低，穿透力越强。你看那个狮子的声音，从来都不会大呼小叫的。第三，陈述事实，不辩解，就直接说出决定。这个方案是我做的，名字必须数在第1位。或者说，我不接受你刚才说话的这种方式，以后请不要用这种方式跟我说话。就说完这句话，你就闭嘴，不需要去解释任何原因。你多说1个字，解释就等于退让，就意味着你在渴望对方的理解和认同，你还在向外乞讨那个好人的标签。真正的猎手在咬住猎物之后，从来都不会跟猎物解释我为什么要吃你。刚开始练习的时候，你内心可能还是有一点慌的，因为你原来的那个神经回路还在发挥作用嘛。但是你只要挺住那几秒，用这种平静又坚定的方式去处理冲突，你会发现很奇妙的现象，对方会服软，因为他的生存警报器响了，就他发现面对的是一个没有情绪的，好像能量层级远超出他的一种掠食者，他唯一的本能就是退缩。而我们自己在那一刻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你再也不会有那种什么事后烦恼、手脚冰凉、内疚、懊恼、整夜失眠了。你只是平静地走过去，推开障碍，拿回了属于自己的东西。你体内的生命力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出口，它不再攻击我们自己了，它反而变成我们在人际丛林当中坚固的铠甲。许多人习惯了压抑，习惯了懂事，但是退让是换不来世界的好脸色的。接纳我们内心的那头野兽，不要拔掉它的牙齿，那是生命原本赐给我们的强大的武器，给它套上缰绳，让这股纯粹的生命力为我们开疆拓土。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帮你找回了一点点仪式的力量感，如果呢你也想看透这世间更多隐秘的一些规律，欢迎留在牧羊奇谈。我们不去迎合喧嚣的常识，而是潜入深海，打捞那些真正能够让人清醒的真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鼓励和祝福，让我们一路同行。我是牧羊，用理性破译命运，用灵性抵达自在。我们下期再见。